老公投资失败，欠了不少钱，为了还债，我白天上班，晚上陪酒，结果账还没还完，我就先得了绝症。病床前，婆婆悄悄对老公说：“儿子，这女人得了脏病，治不好了，反正她赚的那些钱也够你弟弟还账了，咱就放弃治疗吧。”妈，你放心，我不会让她浪费我们家的钱的。婆婆欣慰地点头：“好，正好思思也快生了，等这不下蛋的母鸡死了，你们一家3口就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信息量过大，气急攻心，我直接当场去世。再次睁眼，我回到了宋恒跟我说他欠钱的那天。如果我欠了很多钱，你会和我一起还吗？宋恒坐在沙发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模样，但现在只让我觉得无比恶心。上一世，我对他说，不管什么事，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我们是校园情侣，毕业结婚到现在已经10年了。这10年里，他对我照顾有加，身边任谁都说他是个模范丈夫。可他前世和婆婆在我病床前说的话，才让我知道我简直错得离谱。前世我受尽折磨赚来的钱，是用来给小叔子那个吸血鬼还债的。我的24孝老公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就等我死了给他腾地方。重来一世，宋恒还是试图让我接受他那虚假的债务，对我各种 CPU， 直到榨尽我最后一丝利用价值。见我没说话，宋恒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下：“哟，这是要上演苦肉计了。宁宁，我对不起你，我投资失败借了不少钱，但是没关系，我会自己还的，绝对不拖累你。非洲那边我朋友说有赚钱的路子，只是太远了，我实在是舍不得你，真是要命。这么绿茶的话，我当初竟然没听出来。恋爱脑真应该纳入绝症。我已经回过神来了，不就是绿茶吗？谁不会是的？我想尽了这么多年看的虐恋小说和电视剧，终于让自己眼尾泛红，双手颤抖着扶起宋恒。老公，别担心，账都会还完的。宋恒感动地将我拥入怀中。宁宁，有你在，我会好好把账还完的。他期待地盯着我，哪怕我不看，也能感到他眼中的炙热。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像前世一样，承诺自己会和他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不顾一切地给他还账。但这次我什么也没承诺，只是不停地说：“老公，你加油赚钱，我相信你。”饶是宋恒对我的回答不满意，可又不敢把话说得太过，崩了人设。正在这时，宋恒放在一旁充电的手机响了，我瞄了一眼，是婆婆。没猜错的话，是债主找到婆婆家了，为了逼小叔子还钱。前世宋恒接了电话，二话不说回了婆婆家，回来之后便有了100多万的债务，一张张欠条白纸黑字，上面全是宋恒的签名手印，债主少说有7、8个。果然挂完电话，宋恒说债主找到了他妈家，他要去处理，怕我被吓到，让我待家里等他回来。上辈子我感动死了，但这辈子你休想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让我也背上这笔债。我一把抓住宋恒的手：“老公，还是我和你一起去吧。”是婆婆开的门，她看到我和宋恒，明显愣了一下，接着挤出一丝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宁宁，你怎么也来了？”婆婆看了屋内，有些不自然地瞪了宋恒一眼，手握着扶手，丝毫没有让我进门的意思。我拨开婆婆的手，直接迈进大门。妈，宋恒欠钱的事他都跟我说了，我是来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的。经过门厅，我看见鞋柜里全是名牌当季新款，麻蛋，宋强借的100多万，这里估计就占了10几万吧。进屋一看，沙发上坐着几个虎背熊腰的大汉，左青龙右白虎，个个不好惹的模样。宋强鼻青脸肿地蹲在角落里，头发都被薅秃了几块，见我和他哥来了，倒是像看到了救星，连带着腰板都挺直了几分。其中一个大汉不耐烦地吼：“我这40万块你们究竟还不还啊？”只那一眼，我一时如堕冰窟。这是李涛，前世就是他建议宋恒没钱还可以让我去陪酒，来钱快。我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这辈子他没见过我，宋恒也还没正式接手宋强的债务，他不会对我做什么。
不还的话也可以拿你儿子身上的零件来换，也不是不可以。李哥阴恻恻的一笑，婆婆赶紧上去安抚李哥，你放心，我儿子这不是回来了？莫，我儿媳都回来了，他是单位上班的，还怕他不还钱吗？说着还给宋强使了个眼色。宋强也开口附和是啊，老子都说了，我哥不会欠钱，不还的。大概这三人早就达成了一致，一唱一和，在我面前演这出戏。40万是吧？宋恒装模作样掏出手机打算转账，可我知道他手上压根没那么多钱。宋恒每月工资7000，每个月将工资全部转给我，美其名曰为上交，实际上我每个月还要给他倒贴。他倒是得了好处，还卖乖。他佯装转账，不过是想要我主动开口出钱而已。见我迟迟没有动作，他按捺不住了，尴尬的开口：“宁宁，我这钱不太够，你先转我，我赚钱了就还你。”我没说话，只是一脸含笑看着他。婆婆看我无动于衷，嗷的一声扑过来，她眼神真挚，一脸心疼地望着我：“宁宁，我的好媳妇，是宋恒对不起你啊，可是他说了，不还钱就要我儿子的命啊！要是宋恒有个3长2短，你可怎么活呀？”老太婆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上一世，婆婆也是这样，哭得我心都碎了。也是她的那句“不能让宋恒有个3长2短”，让我更加坚定了要给宋恒还债的决心。我假装一脸感动，不着痕迹地将手抽出来，安慰道：“妈，我现在是真没钱，您别担心，缺点零件也能活。谁叫他欠别人钱呢？我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一听这话，那3口人脸都绿了。婆婆张了张嘴，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宁宁，我知道你爸妈都有退休工资，你看能不能拿点出来，先把债还了？毕竟你们家就你一个女儿，以后还是要靠宋恒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很好。”吃绝户都来了，属于是 buff 叠满了。没等我开口，宋强一脸阴翳地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怒吼：“江宁，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人都是我们宋家的，要你出几个钱怎么了？要你的钱是看得起你，要不是你，我哥当初……”宋强，你胡说什么？宋强的话被宋恒狠狠打断。虽然训斥了自己的弟弟，宋强还是不解地看向我，语气里压抑着愤怒：“江宁，我现在遇到了困难，你就这么狠心？上辈子我一心一意替宋恒还债，他们一家还尚且哄着我，哄得我找我爸妈拿出了他们棺材本，还搭上了自己一条命。现在他们看我一副油盐不进，根本不打算出钱的样子，连装都懒得装了。那行，我也摊牌了。”我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各位，我是江宁，请问大家还有没有宋恒欠你们钱的？我和宋恒就要离婚了，趁现在算一算夫妻债务。我提前跟大家说好，宋恒这些钱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的，且没有用在我们夫妻共同消费中，所以我是完全没有义务承担1毛钱的。离婚！”我婆婆瞪大了眼睛，等反应过来，她立马上前，面容扭曲地指责我：“离婚？你胡说什么？离婚是你说离就离的，夫妻怎么都是原配好？一个二手货，活在哪里都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再说。”婆婆暂停了一会儿，阴阳怪气地看着我：“你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离了婚去哪找我儿子这么好的人啊？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儿子这么好，你怎么不自己上啊？亲上加亲不是更好？”接着又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看着婆婆：“呀，怪不得家里出了这么大事，我公公就跑了呢。原来是因为你是二手货啊！”婆婆在嫁给公公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前夫是个老实人，年轻时是村里一枝花的，婆婆看不上，勾搭上了当时还是厂里小领导的公公。公公也是有老婆的人，赖不住外面的食好吃。没过多久，两人分别和原先的丈夫妻子离婚，组成了家庭，又生了宋恒、宋强2兄弟。刚开始两人还是如胶似漆，后来公公下岗了，只能打点零工，婆婆一辈子没上过班，俩人又有2个孩子要养，一下子没了收入，柴米油盐的，感情自然越来越差。公公经常背着婆婆在外面乱搞，这次得知自己儿子欠了巨债，他第一时间就跑路了，现在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躲着。
江宁，你他妈疯了！星号星号星号，你闭嘴！星号星号，这段话喊妈量不少。前世，婆婆多次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我面子薄挪不开，又时常接受我爸妈的训导，说婆婆是个可怜人，公公不靠谱，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不容易，要我不要和她一般见识，能让就让。但现在只要我没有道德，就没人能绑架得了我。我不但没有道德，我还会发疯。怔怔看了他2秒，我直接质问道：这钱真的是宋恒欠的吗？难道不是你那个惹了事只会当缩头乌龟的小儿子欠的？别我不开口就把我当傻子，婆婆几人看我的眼神充满了不可思议。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一个箭步冲向门口，一把打开了门。由于我速度太快，一群凑在门口听热闹的邻居摔了进来。其中一个大婶不好意思地说：嘿嘿，强子他妈，今天家里来这么多客人啊！说了一双眼睛滴溜溜的将屋内人都看了一圈，发现个个都黑着脸，尤其是坐在沙发上的几个壮汉，简直霸气外露。看热闹的大婶估计也看出形势不对，嘴上嘀咕着：到点了，该接孙子了，该回家做饭了。你们家客人这么多，我们今天就不打扰了。我伸手一拦，嘴中开始飘出一阵阵优美的唱词。啊，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心里苦啊。我婆婆偏爱小儿子，我和宋恒结婚这么多年，她是1分钱没出啊。我们家那房子都是拿我爸妈的棺材本买的，现在明明是宋强欠了钱，都要我来还。你们给我评评理，100多万啊，又不是我花的，凭什么我还呜呜？现在债主找到家里来，我没钱，他们还逼我去赚那种快钱啊，说要快钱。我递给各位热心大婶一个你们懂得的眼神，他们看我的眼神从不可思议转为了理解与心疼。救命啊！冤有头债有主，谁欠的钱谁还呀？捶胸顿足 ，Jeep 前面是装的。说到后面，我他妈发现这次说不就是我上辈子的真实写照吗？呜呜呜，哭到动情处，我还在我婆婆身上抹了一把鼻涕。我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大婶们看宋家3口的眼神都充满了鄙视，真是一家子吸血鬼！宋恒他妈，你们这也太丧良心了！你儿媳妇平时对你多好啊，宋强不明不白欠了这么多账，怎么好让人家还对呀？100多万呢，真不知道怎么花的。就连收账的大哥们都一副小刀拉皮燕子的表情。面对这些质疑，宋恒他们3个差点没一口气撅过去。上辈子我软柿子好拿捏，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这么豁得出去。不过他们心里更纳闷的是，想要我去陪酒，他们只是心里想想，怎么我就知道了。虽然你们这辈子还没实施，但你们上辈子欠的债，这辈子还也不冤枉。婆婆听我把他们家这点阴私都说了，立马反驳：你胡说什么？当初结婚是你自己说不要彩礼，不要车，不要房的，你自己上赶着倒贴，能怪谁？就算是宋强借的钱，你一个当嫂子的也应该出份力。我儿子这些年的工资都给你了，你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妈的，凭什么就我委屈？要疯，大家一起疯！环视了一圈，我怒气冲冲上前抓住宋恒的衣领，啪啪就是2个大逼兜！你个窝囊废，又穷又坏！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看上你？宋恒捂着脸支支吾吾，半天没蹦出一个屁。婆婆见我打她儿子急了，朝我破口大骂：江宁，你竟然敢打我儿子！上手就是泼妇3连，我反手左右开弓，也给他赏了2个大逼兜，边打边说：逼迫你背下100万债务，这么好的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你竟然还敢打我！顺手的是，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我来到宋强面前。宋强第一次在我面前露出了害怕的神情，捂着脸说：我没说话，没说话，我也要打。小小年纪只知道啃老，呸！你怎么不找棵树撞死我？抡圆了胳膊，看着宋强脸上2个鲜红的巴掌印，很满意。打完后，我整个人神清气爽，果然内耗自己不如发疯外耗别人。门外的大叔大婶们看我这么疯，一下散了大半，快走快走！这老宋家的媳妇准是被他们逼疯了。接着我朝债主们说：大哥，你们也看到了，我和宋恒已经过不下去，马上就要离婚了。
这钱我看你还是谁欠的找谁去吧。对了，实在不行我婆婆这房子也值个几十万。说完，我拿起包就要走。婆婆见状，一把拦在我面前，态度又软了下来。明明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宋强不争气，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才骗你的呀。我将他推开，那是你们家的事。宋恒和宋强还想来追我，债主们以为他们要跑，马上将他们一家死死围住，是要讨个说法。回到家后，我躺床上好久才恢复了心情，想起李涛上辈子的狠劲，我想他们3个人短时间是没空来烦我了。虽然我提了离婚，可宋恒肯定没那么容易答应，不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他是不会放手的。我立马咨询学法律的朋友，什么情况下法院会尽快判决离婚，最好是男方能净身出户。朋友虽惊讶于我打算和宋恒离婚，但也很快回复了我。现在起诉离婚法院一般会进行庭前调解，而且第一次多半不会判离。如果你想尽快离婚的话，最好能提供你们感情确实已经破裂的证据。按时间点来说，这辈子宋恒让我陪酒还债的事并没有发生。在外人来看，我和他感情还十分要好。我有点忧伤，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吗？或者你能提供对方在你们婚姻中确实存在重大过错的事实？宋恒对你这么好，应该不会有什么重大过错吧？重大过错？不知道婚内出轨还搞出私生子算不算呢？我勾唇一笑，也许是因为我的重生改变了事情发展，上辈子到最后才知道的林思思，这辈子主动出现在了我面前。林思思加了我的微信，给我发了几段视频。视频中，她穿着性感吊带睡衣，和宋恒抱着互啃，接下来就是要打码的程度。我看了下，从头到尾也就10分钟。没用的东西。你好，我和宋恒已经在一起2年了，希望你成全我们哦。然后呢，对面大概没想到我这么淡定，过了2分钟才回复，所以你主动退出啊。恒哥和我说了，他对你早就没感情了，你就别阻止他追寻真爱了吧。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这样，你先回答我个问题，当小三的感觉是不是很刺激？对面气急败坏，别说的那么难听，爱情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随后又发来一个偷笑的表情，而且他说摸你就跟摸自己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和我在一起，他才知道那事儿的乐趣。我白眼 JPG 挺好的，垃圾进垃圾桶，你俩绝配。锁死对面，你 TM 星号BBB。接下来就是10几条时长60秒的语音，不用理睬，无能狂怒罢了。我将林思思发给我的这些视频以及我们的聊天记录全部打包保存，将来在法庭上，这些也是宋恒出轨的有力证据。想了想，我又将界面切到相亲相爱老宋家，这是宋恒他们家的家族群，平时群里的人大到红白喜事，小到孩子6岁生日办酒，都是我给发红包随份子。我在本市一家3甲医院上班，群里哪个亲戚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也热心给推荐了医生。去年大伯母家的小孙子疝气，还是我给找的朋友做手术，事后也是我请朋友吃饭还人情。大伯母一家连句谢谢都没有，我抱怨过好多次，都是看在宋恒的面子上忍下来了。现在群里有上百条未读消息，都是我离开宋家之后，婆婆在群里疯狂诋毁我的发言。婆婆江，我儿子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对你是掏心掏肺，把你看成自己的亲闺女，就算你一直生不了孩子，我儿子都没说要和你离婚，怎么说你也是我们宋家娶进来的媳妇，你这次说什么也得拿50万出来。我儿子说了，他这么多年工资都拿给你了，你给他管得死死的，1分钱都不许他多花。现在家里出事了，你是1分钱不拿出来呀？你这是要逼我去死吗？好，我去死行了吧？我冷笑一声，接着往下翻宋强，江宁你这个毒妇，我妈要有什么事我跟你没完。宋恒，老婆，我求求你了，你就拿点钱出来吧，最不济把这么多年我给你的工资还给我，就当是我借的，
我现在还在上班，以后我加倍还给你，这沙笔绝对是精分。大伯母江，一天没看群消息，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这就是你不对了，宁宁，结了婚就是一家人，有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面对，怎么能遇到点什么事儿就提离婚呢？大伯母婆婆，不是我说，你们家对宁宁也太好了，还让一个女人管钱，我儿子儿媳工资都是上交给我和他爸的。做人可不能无情无义，小心遭报应。堂嫂，对呀，宁宁，怎么能让宋恒把工资交给你呢？女人家哪会管什么钱？你快把钱拿出来吧。婆婆，真是家门不幸啊，让你们看笑话了。这都是我命不好啊，怎么娶回来这么一个祖宗自己淋过雨也要把别人的伞撕啦？一屋子人你一句我一句，就给我塑造了一个无情无义的形象。以前为宋恒忍，现在我是忍不了一点委屈啊。婆婆，咋的？你小儿子欠的债还要我个嫂子来还？不知道的还以为宋强是我儿子呢。宋强，来叫声妈来听听。宋恒，窝囊废就别出声了。戴伯母，知道你们感情好，那宋强欠的债您给还了吧，不多，也就100来万。堂嫂，你还不知道吧？你上交上去的工资都给咱堂妹买房子了，那房子名还写的堂妹的呢。不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这堂嫂还不知道。大伯母大伯父说是给他们存钱，实际上把钱都给自己小女儿结婚买房子了，说是女孩子结婚之前有自己房子才有底气。这群黑心黑肺的，怎么不想想儿媳也是别人家宝贝了几十年的女儿？堂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10几年的工资都上交了，连问大伯母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都不行，自己儿子做个手术都拿不出来钱，还是我给垫付的。转过头来，他又联合着宋家来批判我。有些人先是受害者，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加害者。我一顿输出，这时候路过的狗都得被我骂几句。大伯母，你 TM 在乱说些什么？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谁叫你乱嚼别人家舌根的？小杰，你别听他说的，你们的钱妈都给存着呢。堂嫂瞬间就炸了，在群里疯狂质问。我见状继续加大火力。大伯母，您还没回答我呢，不是一家人吗？怎么看到钱就选择性失明了？宋强，这债务您一个做婶婶的多多少少得分担点吧。想了想，我又艾了大伯父、堂哥，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大伯母一家不吱声了，不知道是不是堂嫂打上门了。婆婆，我是娶了个祸害进来呀，我的天老爷呀，我看你才是祸害的宋恒他爹都下落不明了。群里一阵沉默。这中间家族群里所有男性完美隐身，都各自有女性亲属为他们来争取利益，可笑。对完他们几个，心里总归是舒畅了些，不再理会群里说了什么，不用想他们肯定没什么好屁。我敷完面膜，美美睡了一觉。第二天是周一，我照常上班。看着桌子上的终极教材，我感慨万千。上辈子这个时间，我正在准备职称考试。我从毕业就在医院上班，到现在也有5、6年了。之前单位中级职称一直没有空位，今天有位同事退休，这职位便空了出来。可上辈子因为宋家那些糟心事，我放弃了。不仅如此，我连本职工作都做得一团糟。这辈子领导还是来语重心长地找我谈了话，说我还年轻，趁着没孩子，早点把职称评了。这是个好不容易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放心吧，领导，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下班后，我请领导和同事吃了顿饭，他们都很照顾我，而我上辈子却为了所谓的家人疏远了他们。重来一世，我才发现有些亲人甚至不如同事、朋友。这阵子宋恒那边与我相安无事，不过就算找我，我也不知道。我已经通知门卫，不经过我的允许，不能放任何人进来。他们一家的电话我也拉黑了。林思思那边每天朋友圈发各种和宋恒的恋爱日常，差点没给我恶心吐了。
至于家族群，我抽时间扫了一眼，想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奇葩言论，结果无非就是婆婆的各种发言，一会儿指责我，一会儿求我，以及各种亲戚的圣母发言。这些人真不扎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痛。只有二堂嫂为我说了2句话，还被她婆婆骂了一顿，胳膊肘往外拐。群里婆婆说我无情无义、丧心病狂，催债的逼得急，尤其是那个李涛，宋强已经被他上门揍过几顿了。他们没办法，只能将房子挂出去出售，但因为卖得急，被压了价，最终以低于市场价20万的价格卖了，再加上婆婆攒了几十年的私房钱，终于还完了欠款。只是现在他们一家3口只能租房住了。我撇撇嘴，宋家这些人真是塑料亲戚，要我拿钱倒是挺积极的，轮到自己倒是一毛不拔。只是我没想到，我还没起诉他们，宋恒倒是把我给告了。宋恒的诉求是判决离婚，另外对于所有婚内财产要求对半分割。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当初我和宋恒结婚，婆婆说家里穷，宋强还要考大学，没钱给彩礼，更不用说婚房这些了。我那时觉得宋恒人好，再说我是嫁给他，又不是嫁给他家里人，没钱就没钱吧。我相信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有房有车的，硬是真的没要宋家1分钱。还是我爸妈舍不得我委屈，找亲戚借了些钱，才给我全款买了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宋恒到底是怎么有脸提出这样的要求的？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人品的下限。由于我们都不同意调解，法院宣布直接开庭。很快，离婚案第1次开庭的时间到了，宋家派了宋恒和他妈出席。宋恒那方主张，我们现在这套房是我们婚内购买，现在要离婚，理应分他一半。宋恒拿出了我们的结婚证和房产证，证件日期一目了然，结婚证在前，房产证在后，证明这套房的确是我们婚后购买。这套房子是我结婚时我父母给我出资全款买的，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这应当是我的个人财产，并不参与离婚财产分割。宋恒与婆婆得意洋洋。房子虽然我没出钱，但是我们婚后购买的，现在要离婚，这房子的钱你也得分我一半天啊！老天怎么不降个雷劈死他？我面上露出一丝脆弱与不解。宋恒，这房子是当初我爸妈出钱买的，你家可是1分钱没出，当初结婚你们家就出了个人，你现在怎么有脸来分房子？宋恒笑得更猖狂了。江宁，你现在要是愿意给我100万的话，我可以考虑撤诉，咱们还是夫妻，这房子自然也还是咱们的房子。嘿嘿，我冷笑一声，法官，我有证据证明这套房子是我的个人婚前财产，当初我爸妈买这套房时，为了照顾宋恒的自尊心，对外声称是一家一半，合力给2个孩子买的，甚至怕宋恒和他们相处不自在，平时很少来我们家，老2口现在还窝在老婆小里。但当初买完房后，我爸妈还是留了个心眼，在咨询过销售后，签署了赠与协议并公证。实际上，这套房是我爸妈单独赠与给我的，虽然是领证结婚后购买，但也不参与财产分割。我爸妈当时想的是，宋恒这小伙虽然人不错，又疼我又肯干，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宋恒与我琴瑟和鸣，白头到老，那这份赠与协议一辈子也用不上。我提供了当时爸妈的打款流水以及赠与协议，不用说，他们的奸计又落空了。宋恒疯了一样朝我咆哮：江宁，你个贱人，原来你们家从一开始就防着我，你们怎么这么有心机？我笑笑，比起你我是差远了，毕竟上一辈子我是被你们一直算计到死。我也很感谢我爸妈，是他们一直用他们的爱保护着我，让我在绝境中也能有保护自己的底气。宋恒和婆婆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表示会寻找证据，继续上诉。离职称考试只有几天了，我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刷题，暂时把对付宋恒的计划抛在了脑后。这天我正在刷题，二堂嫂电话打了过来，
现在他们宋家我还没拉黑的，就剩这个为我说过话的二堂嫂了。二堂嫂声音听起来很着急，江宁，你快去看看群里吧，你婆婆发了一些对你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太生气了，我知道她说的肯定都是假的。我真诚地感谢了一番二堂嫂，心想着他们还能整出些什么幺蛾子。打开群聊，婆婆发了10几张照片，图片中都是我和一个男人吃饭、看书、说话的照片，还配上了婆婆的评论：不守妇道，我儿子的钱你是不是都拿去养小白脸了？我白眼加10086他妈的，这是我请的一对考前集训老师。我飞快打字，自己心是脏的，看什么都是脏的。大姑，敢做就别怕人说，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守妇道。三嫂，都说了便宜没好货吧，怪不得当初要赶着倒贴你们家宋恒的婆婆，这就是证据，证明你和我儿子还没离婚就和别人勾搭上了。律师说了，你这个就属于重大过错方，是可以净身出户的。我在群里发了一个拍手好啊好的表情包，紧接着立马将上次林思思发给我的带颜色视频截了几张可以清晰看到俩人样貌的图发到了群里。当然不可言说的部位我还是贴心打了码，毕竟群里还有未成年小朋友，别让他们被这几张照片污染了心灵。我婆婆大姑，看看你们的宝贝儿子侄子刺不刺激？看看和你发的照片相比，究竟谁才是出轨？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吗？这次你儿子在外面养在外面的鸡终于要下蛋了，你开心不？大姑，想想也是，当年你要是守妇道，大姑也不会对您拳打脚踢，还闹着离婚了。林思思最新的朋友圈更新是一张 B 超单，以及与宋恒十指相扣的手。配文是爸爸妈妈期待了几年的宝贝呀，林思思怀孕了，我能顺利离婚的最后证据终于来了。婆婆，你有病吧？我星号，你凭什么把我儿子的隐私发群里？你快点给我撤回我！对不起，撤回不了了。微笑 JPG 大姑，你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井号斜杠大姑发的是语音，我用了文字转换，后面估计是他太上头了，字幕组瘫痪了。我挺好的，你俩都气死了，黄泉路上还能有个半堂嫂，能不能别什么都往群里发？群里还有小孩子呢。宋恒管管你老婆，系统显示宋恒已退出群聊。大侄子我的眼睛，无眼 JPG 不等宋恒上诉，我收集完证据反手给宋恒告了。开庭日很快到了，婆婆没有出席，只有宋恒一个人。我上交了与林思思的聊天截图，她发给我的视频，以及她朋友圈各种截图。我还提供了他们共同生活的证据。这几个月，我请了私家侦探，没日没夜地拍他们俩的相处画面。照片显示，宋恒每天下班就回了林思思的家，两人同进同出，如胶似漆，连周围邻居都以为他俩是夫妻关系，还是特别恩爱的那种。最重要的是，林思思怀了宋恒的孩子，这是铁证。法庭上，宋恒一言不发，他也没想到我竟然在暗地里查到了这么多。以前我明明是很信任他的，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从没查过他的手机，甚至连他的手机密码都不曾知道。明明在不久的之前，我还是那个可以被他玩弄于手掌心的江宁，怎么突然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可是宋恒，曾经那个一心只为你的江宁早已经死了呀，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从地狱里爬起来找你复仇的厉鬼罢了。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法院判决我与宋恒解除婚姻关系，且所有财产归我一人所有。离婚那天，我的职称考试成绩也出来了，3门全部通过。没多久，院里也正式给我聘上了中级职称，我终于走完我上辈子该走的路。同事说要给我庆祝，一是终于离婚脱离苦海，二是事业上更上一层楼，非要请我吃饭。在同事的祝福声、欢笑声中，我终于感觉我回到了人间。后来听说林思思生了个大胖小子，宋恒也一扫阴霾，说和我离婚离得对，
不离他，永远也体会不到当爸爸的感觉。又说我其实是个可怜人，一辈子也当不了妈妈，体会不了天伦之乐。婆婆也搬去了林思思那里，方便照顾孩子。2室1厅的房子一下子挤了3个大人，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孩。婆婆和林思思经常吵架，宋恒每次都是站在林思思那边，给婆婆气的心脏病都发作了2次。但碍于实在是想孙子，每次闹2天，自己又灰溜溜地跑回去为孙子当牛做马。至于宋强，他催债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了，可想而知，日子过得不怎么好。甚至他都不用我去做什么，他就能把自己做没了。但是宋恒现在过得这么好，我就有点不爽快了。我将他约了出来，是我们每次过结婚纪念日的那个餐厅。他不耐烦地说有什么事，他现在有老婆有宝贝儿子，我是要找他复合的话，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我心里默默翻了个白眼，只是看着他不说话。等他被我看得发毛了，我才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那是7年前宋恒的婚检报告，我好好放置了7年。他原本应该跟那份赠与协议一样，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他面前。我没想到最后见到宋恒、宋强兄弟俩是在社会新闻上。宋恒那天翻看了婚检报告后才明白，这么多年不孕不育的人竟然是他。回到家，他质问林思思，林思思承认了孩子是她和前男友的。她和宋恒在一起的这些年，同时也和前男友在一起，可前男友是个渣男，不愿意负责，她这才让宋恒接了盘。2人在争吵推搡中，才7、8个月大的孩子从林思思手中滑落，直接坠下了阳台。林思思当场疯了，邻居报了警，宋恒被逮捕，判了无期徒刑。宋强不知道从哪染上网赌，开始是100、1000的下注，确实赢了很多，可最后他念越来越大，他想搏一把，却输得血本无归。这时手机开始给他弹网贷的广告，他一下子借了几十万，好似这钱不需要他还似的。最终这钱又还不上了，来讨债的还是李涛。不得不说，讨债李涛是专业的。可这次李涛遇到了职业滑铁卢，不仅没有将这笔款讨回来，还搭上了自己的命。宋强看着那把不知道怎么就插到李涛肚子上的那把刀，吓得尿了裤子瘫坐在地。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等李涛身体都凉透了，宋强才转了一轮眼睛，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朝着窗外纵身一跃。婆婆倒是个坚强的女人，老公跑了，一个儿子坐牢，一个儿子自杀，她竟生生抗住了。只是一下子老几十岁，听门卫说有看到她最近在我家附近捡垃圾，完全看不出以前的精气神。我让父母将那套老破小卖了，搬到了我家，好方便我照顾他们。以前我把时间都浪费在不值当的人身上，余生我只想对爱我的人好。每天下班我就能吃到妈妈亲手做饭菜，别提有多幸福了。这中间父母朋友又劝我再找一个人过日子，我都拒绝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爸妈也放弃了让我再婚的想法，只是妈妈偶尔会看着我叹气，唉，都怪我没给你生一个好身体，不然哪怕不结婚，生孩子也好啊，我朝妈妈笑笑没事。妈，这辈子我有你们陪着就够了。